未婚妻一向過目不忘，記性很好，可求婚時忘記要伸手戴鑽戒，領證時忘帶戶口本。婚禮當天，他忘了要出席，因為他正忙着在隔壁會場給竹馬的婚禮救場。我媽看到這一幕，當場心臟病發。我央求未婚妻來病床前解釋，她卻一臉甜蜜地挽着竹馬母親的手喊媽，說我是她死纏爛打的追求者。後來我一個人操持了母親的葬禮，申請了出國外派。回家收拾東西時，和竹馬度完蜜月，心滿意足的未婚妻眉眼含笑：“沈紅，伯母身體怎麼樣了？婚期咱們再定個好日子，讓伯母高興高興。”她不知道，從我媽去世的那一刻起，我和她再無可能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。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把所有冬裝找出來，正疊好往行李箱放。家門忽然被打開，一個人躡手躡腳走過來，冰冷的食指從身後包過來，蓋在我的眼皮上。猜猜我是誰？他故意搞怪，壓低了聲音，就像是每次他出差回來和我玩鬧時一樣。以前的我會笑着說，當然是我的心肝寶貝，然後心疼地替他暖手。只是現在的我再也沒有那種甜蜜的感覺了，也沒心情和他玩。我把他的手直接拉開，悶頭繼續疊衣服。女友江暮雪有些愣怔看着我，他的手指攥了攥，忽然撒嬌道：“沈大帥哥，你怎麼了？和我冷戰1個月還不夠啊？之前你突然闖進婚禮，弄得大家都很尷尬，我解釋了很久呢。”我唇角扯出一絲諷笑。1個月前，我成了所有親戚朋友眼中的笑話，因為我的新娘當眾嫁給了別人，我的母親因此心臟病發，而我被江暮雪像乞丐一樣狼狽趕出會場。直到母親下葬那天，村中所有人還一臉嘲諷地對我指指點點：“就是他呀！”婚禮當天，老婆跑了，還高材生呢，30了還找不到對象，真夠丟臉的。聽說還把他媽活生生氣死了，要我生這樣廢物的兒子，早就一頭碰死。母親下葬時那種潮濕沉悶的感覺又包裹住我。回過神來，我淡淡開口：“不是冷戰，我們分手吧。”這5個字還沒說出口，江暮雪卻點頭，拖着長音哦了一聲，笑盈盈道：“不是冷戰，是在和我吵架，對不對？好啦，我不是發消息告訴你了嗎？司禮未婚妻跑了，我們2家是世交，幫一下又不會少塊肉。”他一屁股坐到沙發上，隨手拿起來一件黑灰的毛衣，低頭幫我疊着，秀氣的眉頭微皺，紅唇嘟囔道：“這毛衣看起來這麼醜，你不如扔了算了。”我沒說什麼，只看着他無名指上的璀璨鑽戒，有些愣神，這才意識到剛才壓在我眼皮上那一道格外冰冷的觸感是什麼。江暮雪順着我目光看去，心虛一樣，飛快把戒指摘下來，放進衣兜裡。隨後，他吐着舌頭笑了笑，演戲就要演全套，忘記摘了。沈紅，你這個醋精不會又生氣了吧？其實我一點都不生氣，我只是忽然想起，當初我和他求婚，单膝跪地拿出定制的低兒鑽戒時，他沒有伸出手。他說他不喜歡戒指的束縛感，還是到婚禮上交換戒指時再戴。可最終，他先戴上了秦司禮給他的戒指，甚至高興到捨不得摘下來。生氣，再也不會生氣了。這1個月，我自虐般看着新聞上江暮雪和秦司禮度蜜月、周遊世界的報道，心中已經毫無波動。我移開目光，沒回復，只拿回他手上的毛衣，淡淡道：“這是我媽親手給我織的羊毛衫。”江暮雪的手頓時一空，她已經有些不高興了，微微抿唇，還是壓着火溫和道：“對了，
伯母的身體怎麼樣了？休養1個月，應該好得差不多了吧？他眉眼一彎，笑道：本來我就覺得咱們婚禮的場地太小太寒酸，趁着這次機會，咱們重新定個日子，弄個豪華婚禮，也好讓伯母高興高興。我知道江暮雪今天的心情足夠好，已經給我遞了很多台階，我再不下，她肯定就要發飆了。可她忘了，領證那天，她到民政局說自己忘帶戶口本，轉身就陪未婚妻缺席的秦思禮試婚紗去了。我們壓根沒領證，也不需要什麼婚禮。回神，我只是凄然一笑，沒必要。幾次三番被我冷待，江暮雪的臉色陡然陰沉下來。她剛要張口，手機響了起來，看見屏幕上“思禮”2個字時，她眉眼舒展，甜甜道：我剛到家呢，打電話來幹嘛？不知電話那頭說了什麼，她將電話夾在頸窩，撿起放在衣帽架上的駝色毛呢大衣，笑道：秦思禮，你討厭，姑奶奶還在哄男朋友呢，這可是最後一次了呀。我眼睜睜看着她熟練地把戒指戴上，對着落地鏡檢查了一下妝容衣角，拎起包就要走，手握在門把手上時，她似乎才想起我這個大活人，於是她匆匆回頭，踮起腳揉了下我的頭髮，黏糊糊道：好了，沈紅，別鬧了，我給你買了小禮物，晚上拿給你。我目送她離開，轉身去了落地窗前，隔着玻璃，我看到樓下停了一輛明黃的跑車，底盤低到像趴在地面，秦思禮就倚在車門邊，指尖夾着猩紅的煙忽隱忽現，而向來潔癖的江暮雪熟練接過秦思禮手中香煙，咬着煙蒂轉身坐進了副駕駛。我不再看，拉上窗簾，轉身拿起書桌上那份我早就填完所有信息的外派申請表，摩挲着申請表鋒利的邊緣，我毫不猶豫出了門，打車前往公司。收拾了一天，已經傍晚時分。前2天我就在系統上申請外派，已經通過，現在只需要交個紙面信息留檔。公司裡所有人看着我都竊竊私語，這就是視頻裡面大鬧總部江總婚禮的那個人喲。前段時間不是請了喪假逃了，現在怎麼還敢回來？我看啊，沒準是來辭職的。他來公司混了10年了，還是個小組長，據說申請了5次晉升都沒給他審批，真是夠沒用的。這些刺耳的言論曾經一度讓我情緒低迷，現在我已經無感。畢竟在給母親操持葬禮的那段時間，類似的諷刺我聽得太多了。我目不斜視，敲響了上司王總辦公室的門。進。王總看着我手中的表格，點點頭，滿意道：老沈，前2天你跟我說要外派，我還不信呢。以前讓你外派，你說要陪女朋友，捨不得異地戀，這次倒挺乾脆。明天總部來人視察外派情況，你明天再來一趟公司露個臉就可以走了。說起來，咱們是同期的實習生，你比我能力強，沒少幫我。現在你終於想通了，挺好的。我垂眸，是啊，或許是時運不濟，和我同期的實習生都做了高管，只有我一直原地踏步。走出公司，我回頭看着自己奮鬥了10年的摩天高樓，這10年，江暮雪家的公司越做越強，連分部的辦公樓已經高聳入雲。可我和江暮雪的感情為什麼反而轟然倒塌了？我和江暮雪的相遇，就是典型的千金小姐和窮學生的故事。父親早逝，我由母親拉扯大。那時我除了上課，幾乎擠出每1分鐘兼職打工，幫人代課。直到一個無賴，不僅拖欠代課費，還帶了自己兄弟，想讓我把身上所有錢交出來。我滿心絕望。是江暮雪帶着保鏢救了我，把我從地上拉起來，還說要請我吃飯。
他說他成績不好，怕掛科，請我幫他期末突擊補習。其實我知道他成績很好，這只是他幫我的手段。我被他的善良開朗吸引，逐漸走到了一起。告白當天，他曾牽着我的手，向校園裡每一個人宣告：這是我的學霸校草男朋友。畢業時，我放棄公派出國留學；工作時，我放棄國外大廠年薪100萬的高管工作。我只想守着江暮雪，樸素的希望和他結婚生子，相伴到老。直到1年前，江暮雪出國的竹馬秦思禮回國那天，一切都變了。那天，江暮雪第一次拋下生病的我，只為了去機場接秦思禮。晚上，他在接風宴喝到爛醉，躺在秦思禮懷裡撒嬌，不肯跟我回去，哭着問：思禮，你怎麼才回來呀？從此，我因為秦思禮和他爭吵不休。我想讓他有邊界感，他卻控訴我控制欲太強，讓他連個朋友都不能有。他甚至面帶諷刺地說：算起來，秦思禮和他從小相識，我才是那個後來者。直到2個月前，秦思禮給他發來結婚請柬那天，拒絕我99次求婚的他，忽然靠在我懷裡，悶悶道：沈紅，要不我們也結婚吧？搖搖頭，我甩掉曾經的回憶，身影在西下的日光下被拉長，形單影只的一條。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已經一個親人也沒有了。走了幾步，天色就徹底暗了。我剛要掏出手機打車回家，耳邊就聽到一個熟悉的笑聲，親昵道：秦思禮，你快放下我，你要是把我摔了，你就死定了。扭頭，我看見燈紅酒綠的酒吧門口，秦思禮正公主抱着江暮雪轉圈，江暮雪修長的胳膊緊緊摟着秦思禮，笑得開懷。二人身旁繞了一圈人起哄：好，還差3圈，秦思禮加油，別忘記停下來以後和你老婆喝交杯酒。這男友力爆棚了。難怪江小公主對咱們秦公子念念不忘啊！等秦思禮停下後，江暮雪有些暈乎乎地跳下地，然後和秦思禮接過旁邊人遞來的酒杯，熟練地挽手喝了一杯。瞬間，周遭起哄聲更高了，拍着手道：親一個，親一個。江暮雪有些發愣，沒動。秦思禮笑着維護江暮雪：行了呀。剛蜜月回來，你們就鬧着要補上鬧洞房。我老婆配合了這麼久，從中午玩到下午，該個回個家了。可下一秒，江暮雪揪着秦思禮的領帶，踮起腳直吻了上去。她睜着眼睛，眼神一片清明溫柔。下一秒，她移開目光，緩緩鬆開秦思禮的領帶，捂着頭裝醉：我要回家，頭好疼。我把江暮雪對秦思禮的在意、小心翼翼的愛盡收眼底，也眼睜睜看着他搖搖晃晃拿出手機，撥打了一個電話。然後我的手機響了起來，隔着數米遠，江暮雪聽到鈴聲，和我對視的瞬間，站直了身體。眾人一臉狐疑地看着我們對視，問江暮雪：暮雪，這是誰？江暮雪目光閃爍，含混道：我們家司機，今天我媽讓我陪她回家吃飯。秦思禮滿眼寫着得意，故意一字一頓道：哦，原來是司機呀，那可要小心照顧你家小姐。要是以前的我，肯定會拽着秦思禮的衣領和他打起來。現在我只覺得無聊，一個眼神都欠奉，轉身上了剛才叫的網約車。回家後，我一下午沒吃飯，胃部一陣抽痛，於是給自己煮了個清水掛麵。剛吃2口，就聽見屋外噠噠的高跟鞋聲音。下一秒，江暮雪一腳踹開門，見我在吃飯，她怒氣沖沖，反手就用包砸我後背。沈紅，剛才你怎麼轉身就走了？知不知道多讓我沒面子？更讓我沒想到的是，
秦思禮也跟了過來，他一臉擔憂地從身後攬過江暮雪的肩膀，嘴上溫聲道：“小雪，你怎麼能打沈紅？不是說了要好好說話嗎？”轉頭對我一笑，蓋住滿眼得意：“沈紅，你千萬別生氣，我就是怕你們吵架才跟過來解釋的。但是你也有不對的地方，小雪是個女孩子，你怎麼能把她一個人丟大馬路上，用一筷子掛面進嘴？”我頭也不抬地回答：“江暮雪，江暮雪，反正有你老公秦思禮在，你怕什麼？”江暮雪臉色如墨，氣得胸膛不斷起伏。“什麼我老公？沈紅，你吃醋也要有個度吧，那都是我們圈子的一些熟人，我和思禮只是逢場作戲，你以為我愛喝酒啊？我還不是為了你。”我覺得很荒唐，和秦思禮卿卿我我，他明明樂在其中，現在怎麼還一臉委屈？看向江暮雪，我停快反問：“為了我？”江暮雪理所當然：“為了你，思禮和我家聯姻，我媽才答應把公司繼承人位置交給我，我才能和你在一起，才能把你調來總部當副總，這不都是為了你和你的事業？”秦思禮微不可見的皺眉，眼中閃過一絲惡毒，表面附和道：“小雪說的沒錯，你還不知道吧？為了保護你，你這些年提交的晉升申請都是他故意駁回的，他為了你用心良苦。”我愣住了，忽然覺得一股涼意竄到天靈蓋，原來我這些年的冷遇都是江暮雪一手造就。那我熬夜加班做的那些方案，喝酒應酬到胃出血才簽下的合同，沒有假期以至於母親的面都很少見的付出，這些又算什麼？我問江暮雪：“是真的嗎？”江暮雪一點也不心虛，反而像求誇一樣點頭：“是，不光為了保護你，也是為了磨練你的意志，要不怎麼承擔大任？不就是一點工資而已？你現在是我老公，以後要什麼有什麼。”我覺得很可笑。江暮雪一直要求不官宣，哪怕結婚時都只讓我找自己最親近的親戚朋友，不要大肆宣揚，壓根沒人知道我和他的關係。所謂保護我，只是虛言，一切只是為了滿足他貶低打壓我，讓我繞着他轉的控制欲。現在我才發現，我曾經自以為的甜蜜和真心，從來都不純粹。我搖搖頭，終於把心底的話吐露出來：“江暮雪，我們分手吧。”江暮雪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她嘴唇顫動，竟然說不出一個字。秦思禮眼中閃過喜色，連忙斥責道：“沈紅，你不能因為小雪和我關係好，就和小雪鬧分手啊！小雪真的很愛你。蜜月旅行的時候，她看到了稀奇東西，第一反應都是送給你。這時候還不忘提起蜜月旅行，給我添堵。秦思禮真夠惡心的，有人給自己撐腰。”江暮雪回過神來，更生氣了，叉着腰冷哼一聲：“沈紅，你越說還越來勁了是嗎？是不是覺得自己拿捏住我了呀？還分手？你有資格和我提分手嗎？這10年來，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工作我給你找的，你還想怎麼樣？”一長串話說出來，毫不卡殼，就像早有訃稿。原來他對我竟然這麼不滿，覺得他是付出最多的那個人。要是以前的我，沒準會和他吵起來，辯論究竟是誰在付出。可現在看着他盛怒的樣子，我忽然笑了。謝謝你。瞬間，江暮雪的火一下子熄了不少，迷茫道：“謝什麼？”我唇角依舊上揚，平靜道：“謝謝你，讓我知道，在你心裡，我就是個吃軟飯的窩囊廢。”說完，我把吃完的碗筷端進廚房，打開水龍頭清洗乾淨。再出來時，江暮雪還站在原地，紋絲不動。秦思禮給她遞上了一杯蜂蜜水，低聲道：“小雪，喝點蜂蜜水解酒吧，你以前最喜歡了。”
江暮雪第一次有些心不在焉地把玻璃杯放在桌上，她臉色漲紅，半晌才輕聲和我說：“我不是這個意思。”我沒理他，轉身拿起自己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出門。剛走出門，身後一個玻璃杯被人猛力砸向門框，应聲而碎，粘稠的蜂蜜水濺了我一身。隨後又有一個盒子砸到地上，裡面的2枚陶藝戒指摔了出來。我看着腳邊的陶藝戒指，有些不明所以。身後江暮雪滿是委屈地嘶吼出聲：“這是我在國外專門為你做的戒指，我一直想着你，沈紅，你為什麼這麼不懂事，還要離家出走？”我只覺得好笑，不知他怎麼想的。戒指內圈刻着江暮雪和秦思禮的名字，大寫字母，明顯是他和秦思禮的情侶戒指。結果他竟然有臉說專門為我做的。我腳步不再停滯，拉着行李箱隨便找個酒店休息了一晚，反正明天就要離開這座城市了。清晨，我洗漱完去公司，卻沒想到一進公司就聽到了一陣誇獎聲：“哇，江總和秦總，你們真的好般配啊！穿的還是情侶裝，磕死我了！江總、秦總，我也是你們 CP 粉，你們能不能讓我拍個照啊？”只見江暮雪和秦思禮挽着手站在公司中央，接受眾人追捧，而王總正點頭哈腰的陪笑。原來他們就是所謂的總部來人。見到我，王總介紹道：“老沈啊，這是咱們總部的總裁江總，還有總部的副總秦總，他們來視察一下外派情況。”江暮雪故意別過頭不看我，剛才還上揚的唇角拉平，只是淡淡問：“這次有哪些人外派？”王總找出我和另外2人，笑道：“他們3個。”瞬間，江暮雪的表情凝固了，眼中墨色氤氲。秦思禮眼中閃過幸災樂禍，當即跳出來，一臉震驚地斥責道：“你們是怎麼開展工作的？不知道我們公司明令禁止已婚已育的外派嗎？申請人和審批人都要受處罰。”王總一臉懵懂，失聲解釋：“沒有已婚人士啊。”江暮雪秀眉微皺，指向我，紅唇一勾，冷然道：“這個人前段時間不是請了婚假嗎？”王總老老實實回答：“一開始是請了婚假，估計是申請錯了，後來改成喪假了。他母親去世了。”聞言，江暮雪臉色登時變得慘白，伸出的手指僵硬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像是想到什麼。他目光閃爍，低聲問：“你怎麼不告訴我伯母去世這件事？”我覺得很可笑。我媽一直很重視江暮雪這個兒媳婦，說我能娶江暮雪3生有幸，一直期待江暮雪改口叫她媽那天。可我媽等來的是江暮雪嫁給別人，親親熱熱叫別人的母親為媽。我淡淡道：“沒必要吧，江總，總部難道連普通員工的家事都要管？”江暮雪只覺得有什麼東西逐漸失控，咬牙，火一下子上來了。怎麼沒必要？我好歹是他兒媳婦，你是誰兒媳婦啊？在所有人都一臉錯愕的時候，公司大門被人推開，上了年紀的老婦人走進來，眼尾細紋都透露着一股凌厲。江暮雪的母親，江氏的掌權人江采薇。所有人反應過來，齊齊呼喚了一聲：“江董事長好！”江董頷首，他偏頭笑問秦思禮：“思禮，讓你們2個小夫妻在各個分公司刷個臉，怎麼還遇上什麼事情了？”想起剛才江暮雪的發言，在場所有人都三缄其口，大氣都不敢喘一聲。秦思禮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隨後勉強一笑。小雪的閨蜜是沈紅的妻子，現在聽到沈紅要外派，小雪想為閨蜜出頭而已。聞言，江暮雪咬唇保持沉默，低着頭，一臉糾結。江董眉目一凜，厲聲道：“
還有人敢犯公司忌諱，我倒要看看是誰這麼大膽。我淡淡出聲道：江董，是他們誤會了，我沒有結婚，和我的前女友早就和平分手。江董微微挑眉，上下打量我一眼，隨後問江暮雪：沈紅的檔案我看過，她確實未婚，你是不是搞錯了？人家今天就要外派，別耽誤人家趕飛機。趕飛機？江暮雪瞳孔驟然一縮，轉頭發現我一臉淡然。江暮雪心臟錯漏一拍，她疏忽露出了有些驚慌的表情，失聲道：媽，不是閨蜜，是我，沈紅的妻子就是我，我怎麼可能搞錯？領證日期是11月3號，她肯定在說謊。那天我和她親自領的證，在場所有人都咽了下口水，想不到還能撞見這種豪門恩怨的場面。江暮雪神情放鬆了些，以為這樣我就沒理由外派了。只見江董眉間折痕更深，目光在我和江暮雪流轉，片刻下了判斷：你胡說什麼？就算他是你前男友，可你的戶口本一直好好放在我這裡，你拿什麼和人家領證？江暮雪就好像真的忘記自己從沒和我領證一樣，反而質問道：怎麼可能？媽，你別騙我了。江董的神情嚴肅，語氣變得不耐煩。都說了，在公司叫我江董，沒大沒小，真是把你嬌慣壞了。你的戶口本一直被我鎖在密碼箱裡，而且你何曾跟我索要過戶口本？江董一點一點幫江暮雪回憶那天的事情，繼續道：而且我記得那天你是去和司禮選婚紗去了，哪有功夫領證？我看你啊，是最近太累了，都出幻覺了，別再妨礙人家沈紅的前途。他的話說得很重，更像是一種威脅，威脅江暮雪不要再糾纏我，而他的提醒顯然很有效。江暮雪像是被人當頭一棒打懵了，她終於想起來，自己那天確實沒和我領證，因為她答應我求婚的瞬間，她就有些後悔了，所以她故意磨磨蹭蹭到了民政局，估計裝作自己沒帶戶口本，然後柔聲對我說：對不起啊，沈紅，咱們等婚禮後再領證好不好？最近已經沒有什麼良辰吉日了。就在那時候，他剛好接到了來自秦司禮請求他幫忙試穿新娘婚紗的請求，然後逃也似的離開了。想起一切的他，回頭定定看着一臉淡然的我，嘴唇顫抖着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我對江董道：我和江總素昧平生，估計是因為上次我不小心把江總認成了我前女友，讓江總的婚禮有了個小插曲，所以現在他也和我開了個玩笑吧。江董點點頭，滿意看着我：沈紅，你放心外派，我很看好你。我點點頭，轉身離開。江暮雪下意識伸手想攔住我，沈紅。江董卻一臉正色，叫住了江暮雪：你還不和司禮繼續巡視？今天我還要在總部分享最近公司發展的成果呢。秦司禮終於動了，抓住江暮雪的右手，和她十指相扣。江暮雪一開始還怔了一下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可沒兩下，她就屈服了，轉身跟着秦司禮走。我已經不在乎這些恩怨情仇了，只想着快點逃離這座城市。我走下樓，打車去機場。路上，我看着飛馳而過的熟悉景色，心中暗暗說了句再見，卻沒想到在機場值機時，江暮雪給我打來了電話。我皺眉，原本不想接聽，誰知因為平時下意識的習慣，手指直接滑了過去。無奈，我問了一句：喂，有什麼事情嗎？電話那頭的聲音卻有些嘈雜，像是呼嘯的風聲。江暮雪的話說得又急又重：沈紅，你先別走，你等我，我馬上就要到機場了。說完，他直接掛斷了電話。
我依舊保持着接聽的動作，眼神莫名。機場，江暮雪來機場幹嘛？她那麼怕江董，怎麼可能來追我？我還沒那麼自戀，覺得他對我舊情難捨，願意放棄掉自己努力了一輩子爭取的權力地位。可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，江暮雪竟然真的氣喘吁吁趕到了機場。她彎腰抓住我行李箱的拉桿，眼中水光盈盈，可憐巴巴地懇求道：“沈紅，你別走，什麼總裁位置我不要了，我嫁給你，我現在就去偷戶口本和你領證好不好？”我知道江暮雪雖然30了，卻因為家中嬌慣，還像個孩子一樣，以為只要自己哭着道歉，全世界的人都應該原諒自己。曾經的我樂見他的晚熟，希望他永遠無憂無慮。可現在的我實在是失望透頂。他追過來，滿臉懇求，不是因為愛我，只是怕失去我這個聽話乖巧的玩具。可世界從來不會順着他的心意來的，他是時候該長大了。看着江暮雪，我的目光已然平靜至極。你回去吧，別開玩笑了。為了繼承權，你這10年沒少辛苦，現在唾手可得，難道說不要就不要？江暮雪被腎上腺素催動着過來找我的情緒漸漸消退，她攥着行李箱拉桿的手又緊了緊，微微抿唇，看起來有些執拗，低聲道：“沈紅，你別外派好嗎？只要你留在這個城市，你要我怎麼樣都行。你還記得我和你說過我為什麼姓江嗎？當年我剛出生沒多久，我爸去海外開拓市場，這一走就是5年。可他回來的時候，懷中抱着3歲的小男孩，手中摟着金髮碧眼的嬌妻。從那天起，我媽就瘋了，她接受不了這樣的背叛。我之所以抗拒和你的婚姻，是因為我怕你不愛了，我也變成了瘋女人。”她的話意外的坦誠直率，我知道這是她壓在心裡最深的顧慮。事實上，她的父親做的還要更惡劣，為了分走江母的一半財產，甚至偷偷擄走江暮雪做威脅。後來江暮雪雖然得到解救，但是也大病一場，被拋棄的陰影籠罩了她的一生，成為了她的夢魘。所以我一直忍耐着，呵護保護她幼敏的心靈，希望她能感受到、相信到我的愛。可事實是，這個口口聲聲說自己害怕婚姻的人，對和秦思禮的婚禮接受良好，和秦思禮出去蜜月旅行時也是滿臉甜蜜。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，他對這個多年未見的竹馬有着非同一般的依賴和相信。10年感情，我想求個好聚好散，依舊好聲好氣道：“江暮雪，我看秦思禮是真的喜歡你，你不必再掩飾自己的感情，而我祝福你們，希望你們百年好合。”江暮雪有些焦急地爭辯：“不是的，我只是把他當哥哥，當初是他把我從我爸手中救出來，我承認，我曾經對他有一點點好感，但是只有一點點。我真正愛的人是你，沈紅，你不能不要我。”說到後來，江暮雪的聲音忽地變得陰啞，帶上了哭腔。我只是覺得可笑，到現在了，他還是要扮演一個鴕鳥，以為把腦袋埋進沙子裡就能逃避一切。在他心裡，明明繼承權比我重要，母親的承認比我重要，秦思禮比我重要，甚至有時候她和閨蜜的下午茶都比我重要。我和她早就漸行漸遠，可現在她卻還堅稱愛我。僵持不下時，機場忽地進來了數十人個黑衣保鏢。江母帶着秦思禮逮人來了。見到一臉嚴肅的江母，江暮雪下意識滿眼畏懼，瞬間鬆開了行李箱的拉桿。我在心中冷嗤一聲，這才是我熟知的江暮雪呀！還不等江母說話，江暮雪就咽了下口水，自動和我遠離幾步。她1步3回頭，忽然堅定道：“沈紅，我等你，
外派就3年，我在家等你。我只覺得諷刺，一個眼神都欠奉，誰需要他的等待呀？而且他居然還沒發現，家中所有關於我的東西我早就搬空了，早就沒了我生活過的痕跡，我的家早就消失在了母親病逝那天。轉身，我上了飛機，不再回頭。落地後，我和來接我的同事一起吃了頓飯。這個同事是早我1年來外派的，名叫李天明，曾經在公司和我打過照面。一見到我，他就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興奮道：“老沈，你可終於來了！我們老闆天天讓我來挖你牆角，我知道你不想出國，就沒找你。早知道你來，我肯定就聯繫了。”我唇角一勾，其實這個國外大廠旁敲側擊問過我很多次，要不要來他們公司，甚至加深了和我們公司的合作，增加了外派名額，就是希望我能去他們公司。可我當時戀愛腦上頭，全部回絕。現在想想，還真是挺傻的。一起去中餐廳用餐的時候，我放在桌上的手機不停震動，是江暮雪。我微微皺眉，江暮雪找我肯定沒什麼好事。李天明卻一臉震驚：“這是我們總公司的小江總嗎？難道找你有什麼事？老沈，你還不快接！”迫於無奈，我只好接了電話。那頭一向冷靜的江暮雪聲音顫抖得厲害：“沈紅，家裡你的東西都去哪裡了？你不是說過會一輩子守着我嗎？為什麼說話不算數？”他的聲音不小，近乎歇斯底里，連我都要將手機拉遠才行。而李天明手中刀叉直接從手中脫落，掉在盤子上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他目瞪口呆，不敢置信看着我。我只冷漠道：“江暮雪，從我媽死的那瞬開始，我和你早就毫無瓜葛。”說完，我掛了電話。想了想，我反手把江暮雪拉進了黑名單。再抬頭，李天明一臉欲言又止看着我，我有些莫名，問：“怎麼了嗎？”李天明吞吞吐吐道：“老沈，你平時掛在嘴裡的女朋友是小江總。可是公司群裡之前有人給我發了個視頻，我了然。公司裡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一個交往10年的女友，卻不知道我女友是誰。有的人甚至懷疑我是單身狗的妄想。至於我到江暮雪和秦思禮的婚禮現象，祈求江暮雪去我媽病床前解釋的畫面，更是被拍成視頻，供全公司上下當笑料。現在面對李天明，我也懶得掩飾，坦然道：“對，曾經交往過，後來覺得不合適，分手了。”李天明不知腦補了什麼，一臉同情看着我，拍拍肩膀：“沈紅，你也別太難過，咱們這種平民肯定不能和人家秦家大少相比。回頭我給你介紹個踏實的好姑娘。”我失笑，搖了搖頭。正式工作後，我只覺得自己身心舒暢，沒有人給我使絆子，也沒有人故意給我穿小鞋的滋味，就是爽。只要有付出，就會獲得相應的回報。1個月後，我就升職成了高管，這可是我在國內工作10年，遞交了5次晉升報告都沒能獲得的地位。而江暮雪則頻頻上了新聞首頁，當然還是和秦思禮綁定在一起，以夫妻身份出席各種宴會場所秀恩愛，贏得所有人都說他們門當戶對，天作之合。想必江暮雪也想清楚了，意識到自己埋藏在心底深處的真愛是秦思禮，這樣也好。現在的我看到他們親密，已經心如止水，不再有任何波動。轉瞬3年時間過去了，到了我回國述職的時候，卻沒想到一落地，竟然是江暮雪和秦思禮給我接機。只見江暮雪戴着墨鏡，一臉高傲，見到我便轉身就走。倒是秦思禮依舊一副溫和的假面，綿裡藏針道：“沈紅，
你在國外這3年看起來過得比國內強，看起來都胖了，恐怕樂不思蜀了吧？既然他們以總部的名義來接我，我也不好推辭，跟着走了。我嘴上敷衍道：“是過得不錯。”走到地下車庫，江暮雪率先坐進了主駕駛，只見秦思禮直接拉開副駕駛的門就坐了進去，繫好安全帶的時候才忽然道：“哎呀，對不起，沈紅，我都忘了，你才應該坐副駕駛呢，我這就下來。”江暮雪哼了一聲，哪慣着他的臭毛病，讓他坐後座就行。我覺得莫名其妙，難道最近國內流行讓客人坐副駕駛？不然秦思禮讓我坐副駕駛幹嘛？但是江暮雪都這麼說了，我也就點點頭，開門坐進了後排。江暮雪握着方向盤的手疏忽緊了緊，用力到發白。她緊咬紅唇道：“沈紅，你以前不是說副駕駛是男朋友的專屬位置，平時最討厭別人坐這個位置了嗎？”我更是一頭霧水。啊，是，秦思禮是你老公，坐副駕駛很好啊。江暮雪的臉更黑了，沉默地開車，好半天車內都是令人窒息的平靜。我打開手機，連忙給老婆報平安，生怕她擔心我。是的，這3年裡，我在李天明的引薦下，和同公司的女同事方應秋相識相知，走到了一起。她也是國內外派去國外的，和我一樣，已經失去了所有家人，也就沒有再想着回去。或許是惺惺相惜，或許是抱團取暖，我們2個總有說不完的話。1年後，我們結婚了。到回國時，應秋已經懷胎5月，我怕她舟車勞頓，才沒讓她跟來。從後視鏡看到我抱着手機傻笑的江暮雪磨牙，清了下嗓子開口道：“沈紅，你就不問問我現在怎麼樣了？”我還沒開口，他就自言自語：“上個月我媽退了，把公司全權交給了我，現在公司是我的了。他這是向我炫耀嗎？”我懂了，這是傳說中和前任比誰過得更好。老婆給我回了消息，老公安全落地就好，今天寶寶也很乖哦，等你回來。後面跟了個小熊比愛心的表情包，我唇角一勾，也發了個愛心，心情大好。於是我隨口對江暮雪道：“恭喜江總啊！”誰知下一秒，江暮雪忽然急剎車，我猛地往前一撞，還好用手撐住了。我還沒問，江暮雪就死死盯着我，似乎氣得不輕。秦思禮的目光在我和江暮雪之間流轉片刻，開口道：“沈紅，你這麼客氣幹什麼？該不會還因為我和小雪關係好而生氣吧？小雪這些年很想你，故意多加了去國外的行程，就是想找你。”江暮雪直接打斷他，卻衝着我哀怨道：“思禮，和他說那麼多幹嘛？某些人沒心沒肺，一口醋到今天還在吃，真是小心眼啊！”“誰吃醋？我嗎？”我還在發懵。秦思禮見縫插針，笑問：“沈紅，你這些年在國外應該很受歡迎吧？”我含糊道：“還行，我已經結婚了。”B 車喇叭忽然發出又長又尖銳的鳴聲，江暮雪轉頭，眼底一片血紅，啞聲問：“你說什麼？”我直視他，淡淡道：“我已經在國外結婚了。”秦思禮眼神一亮，唇角止不住的上揚。“沈紅，當初你多愛小雪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可不能拿婚姻大事開玩笑啊。”江暮雪卻若有所思，莫名勾唇一笑：“沈紅，想不到你出去3年，竟然還學會了說謊。好了，這次回來就別走了。當初我對你的承諾都能實現了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了。既然不信，那就不信吧。”江暮雪這種人認死理，和他聊天純粹在浪費自己的生命。到公司後，我飛快報告了這些年外派的成果。趁着江暮雪帶着秦思禮開會的間隙，我找到人事部，然後
掏出了離職申請。人事部員工一臉震驚看着我，畢竟選擇外派的人回來後，無意當了高管，樂不思蜀。他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外派回來遞交離職申請的，所以他只是結結巴巴道：“好，我幫你遞上去，3個工作日內應該能給你答復。”我只是淡淡一笑，轉頭我打車去了我媽的墓地，這也是我此行回來的目的。一路上，鄉親們依舊對我指指點點：“喲，這孩子消失3年了，怎麼突然出現了？放出來了，可別亂說呀！人家老婆說了，他出國幹大事去了，可有出息呢。”老婆說的是誰？我沒在意鄉親們的話，畢竟他們的話常常帶有編造的成分。母親的墓地前，我意外發現墓碑竟然格外乾淨，像是經常有人擦拭一樣。沒有多想，我下跪送上一束鮮花，然後點燃了3支香，拜了又拜。在起身時，我摸着母親的墓碑，喃喃道：“媽，兒子3年沒來看你，你想我了嗎？我來是想告訴你，你有兒媳婦了，還馬上就要有孫子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歡離開家，但是兒子的事業在異國他鄉，所以以後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看您了。不過您放心，有機會我就會回來。”一陣清風忽然吹過，就好像母親平日溫柔的撫摸。身後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江暮雪氣喘吁吁的看見我，腳步緩了緩，她勾唇一笑，像是很驕傲的樣子。“沈紅，我就知道你在這裡。”只見她熟練地拿出手帕擦拭掉我媽墓碑上的灰塵。我有些愣怔，這幾年是你在打理我媽的墓地？江暮雪垂眸，纖細濃密的睫毛蓋着，讓我看不清她的神情。她只是低聲道：“伯母的事情，我聽村民說了，抱歉。我也知道你受了委屈，難過到想逃離我也是正常的。我還真沒有他腦補的要逃離他，選擇外派。”我坦然道：“謝謝你，但我外派不是為了你，而是為了我自己，為了我的青春，為了我的努力。”江暮雪忽然直接撲進我的懷裡，雙手緊緊抱着我，悶聲道：“你怎麼還嘴硬啊？放心吧，我已經掌管公司，何思禮馬上就要走到婚姻破裂、離婚的劇本了。到時候，我第一時間和你領證，跟你官宣。”我覺得江暮雪的腦子可能異於常人，我們3年都毫無聯繫了。他怎麼會想到和我官宣這茬的？他怎麼會認為我和他還是戀愛關係的？江暮雪卻一點都沒意識到自己思路多奇怪，不等我說話就拉走我：“沈紅，我在分公司給你開了慶功宴，你現在就跟我回去。”一路上，江暮雪都在自說自話，根本沒有我插嘴的餘地。到了公司後，我才發現，不知何時已經在大廳布置了彩帶橫幅，慶祝我的回歸。而秦思禮不是很高興，臉緊緊繃着。見到江暮雪的瞬間，他鬆了一口氣，擠過來笑道：“小雪，你終於來了，大家等你好久了。”那些曾經看不起我、給我穿小鞋的員工們，有的低頭，有的像是曾經的事情從沒發生過一樣，對我大誇特誇：“沈總，我早看你就是個人才了。龍姿鳳章，現在看來果然沒錯。沈總，你還記得我嗎？我以前還是你組員呢。當初我就覺得組長能力出眾，肯定能飛黃騰達。”江暮雪唇角噙笑，顯然很是滿意。直到人事部員工一臉糾結地給他遞去了一張紙，他神色不耐：“現在是慶功的時候，你有什麼事情不能辦公時間說嗎？”說是這麼說，他還是接過了那張紙，然後臉色大變，他嘴唇微動：“離職申請。”下一秒，江暮雪的目光死死粘在了我的身上，他的心緒忽然變得亂極了，隨手把離職申請放到了一邊。我卻看見了，淡淡提醒道：“
江總，麻煩你簽個字，我明天的機票就要飛去國外了。江暮雪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看着我。明天就要走？沈紅，真的要離職？你的前途不要了嗎？我有點無語。江總，我老婆孩子都在國外，我不想在國內發展了，應該沒問題吧？秦思禮見狀，忍不住火上添油。沈紅，難道你真的在國外有個家？既然如此，小雪，要不然……他話還沒說完，江暮雪的臉色瞬間黑了。沈紅，別鬧了，你拿出離職申請，不就是想暗示我給你升職嗎？我已經決定了，把你調去總部當副總。你到底還有什麼不滿足？現居副總職位的秦思禮唇角一抽，正在僵持的時候，一道怯生生的女聲傳來：“這裡就是沈紅工作的地方嗎？”聽見這個聲音的瞬間，我立馬向門口走去。老婆的聲音，她怎麼會來國內找我？只見她穿着孕婦裝，挺着明顯顯懷的孕肚，慢慢走來。我立馬心驚肉跳，扶着她，連聲道：“應秋，你慢點，你怎麼來了？”瞬間，江暮雪傻眼了，整個公司的人都傻眼了。有的人反應得快，立馬笑起來，吹捧道：“沈總，想不到你竟然已婚還有孩子了，真是人生贏家，讓大家羨慕。”“是啊，嫂子這麼漂亮，沈總真是豔福不淺啊。”方應秋耳尖通紅，有些害羞地低頭，反手握住我的手：“沈紅，我想給你個驚喜嗎？而且我也想來看看婆婆。”江暮雪終於回過神來，卻沒了之前游刃有餘的樣子，儼然失去了理智。他上前一步，就要掰開我搀扶着方應秋的手。“你胡說，沈紅是我老公，你是他找來的演員，專門氣我的是不是？”我生怕江暮雪這個瘋子幹出什麼事情來，下意識伸手想隔開他，誰知正好反手打中他的臉頰，清脆的一聲。我將方應秋護在身後，有些警惕地看着江暮雪，眉頭緊皺。而秦思禮早就上前護住江暮雪，連聲問：“小雪，你疼不疼？”江暮雪只是捂着發紅的臉頰，渾身顫抖着，兩行眼淚毫無徵兆地從她眼眶中流了出來。她聲音嘶啞道：“沈紅，你告訴我，都是假的，對不對？你明明說過這輩子只會愛我一個人。”我看着他，眼神冷漠至極。“江暮雪，我最後一次鄭重和你說，我們早就分手了，毫無瓜葛。現在我的妻子名為方應秋，她愛我，我也愛她。”說完，我小心護着方應秋出了公司。這一次，江暮雪沒有追上來。晚上，我帶着方應秋去酒店休息，準備第二天帶她回老家掃墓。隔天一早，我就看到了系統上離職申請通過的消息。與此同時，我看到了江暮雪和秦思禮高調秀恩愛，準備明年生個孩子的新聞。網絡上他們的 CP 粉都激動壞了。江暮雪莫名其妙給我發了條消息：“沈紅，我等你發現自己的內心，回來找我的那天，失去我，你才會知道後悔。”我覺得無語，有妄想症一樣。帶着老婆掃完墓後，我馬不停蹄買票出國。結果沒過幾個月，我就看到了江暮雪的公司被秦思禮合併，直接趕出權力中心，回家當全職主婦的新聞。從此，我再也得到他的消息。5個月後，老婆順利生下7斤的女兒，抱着輕輕軟軟的小生命，我心中滿是溫情。或許這才是幸福的定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